苏辙称盛赞青州为信美东方第一州。这座有着23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也是诗人李清照度过18载美好岁月的居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被独属于这里的青州微笑打动，专程拜访这座小城。2026年5月1日，我从威海搭乘高铁抵达青州，当天便迫不及待出门探访青州古城。比起商业信息浓厚的古城主景区，景区东门外侧的昭德古街更有原汁原味的老城韵味。昭德古街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街道两侧的老式建筑带着70、80年代的感觉。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这是一处回民聚居区，沿街开着一些清真小吃店、牛羊肉加工坊等等。在多处的墙面上面也张贴着写有盖德尔往西字样的纸条，我猜这应该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吉祥用语。在青州能够看见这样浓郁的回族和伊斯兰风情，是我来青州的第一个惊喜。我在闲逛的途中，正好走到了真教寺的门外。它是始建于元大德6年1302年，寺内还留存着一方清代的碑。我查阅资料的时候才知道，这座古街上还有天主教教堂和基督教教堂，只是当时我没有留意到。对，这是元宝，好多是。由此不难窥见，古时的青州应该是一座包容开放、商贸繁盛的城池。在这里聚居着大量的回族民众，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格局。原因是青州曾经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从元代起，有大批的西域回族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青州，就此扎根。时至今日，在这个街区的居民仍然是以回族为主，多文化交融的底蕴沉淀在街角的一砖一瓦里。我这一次来青州的主要目的地是青州博物馆。作为全国首批国家1级博物馆中唯一一座县级博物馆，馆藏的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和东汉遗子孙玉璧都是镇馆之宝。当然，最吸引我专程前来的是这里的隆兴寺佛照像。一踏进隆兴寺佛造像展厅，一尊带有标志性青州微笑的佛像便映入眼帘。青州出土的佛像大多嘴角都含笑，这一尊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这一抹温柔的笑意打破了佛像的肃穆和疏离感，让人倍感亲切。照相身上的袈裟可以看到原先应该是有彩绘贴金的，如今仔细再看，依旧可以寻到斑驳华丽的遗存痕迹。袈裟轻薄贴体，
完美诠释曹衣出水的艺术特点，这也是青州佛照相的巅峰时期。实际上，青州隆兴寺的这一批佛照相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艺术的巅峰集中在北魏、东魏、北齐3个时期。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青州佛照相风格的一个演变。北魏到东魏这一段时间流行的是瘦骨倾向、包衣薄带的风格，佛像的面容是比较清瘦的，身形修长，穿着的呢是宽大飘逸的汉式长袍。这样的一种审美是受到了当时南朝文人雅士的影响，也呼应了当时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这一时代背景。发展到北齐时期，佛照相的审美特点转变为佛面丰腴圆润，体态健美舒展，轻薄的袈裟紧紧地贴着肌肤，好像刚刚从水中走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曹衣出水。这里的曹指的是北齐著名的雕塑家曹仲达。这一时期的佛照相的体态特点倒是跟我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所见到的有相似之处，都有着印度吉多和希腊化犍陀罗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克孜尔石窟的佛像，它的面容保留了是更多希腊的那种异域风格，比如说鼻梁高挺，眼窝深邃，面部比较严肃硬朗，很少有笑容。但是青州的佛照相已经完成了汉化的改造，佛像的脸型是方圆饱满的，眉眼柔和，鼻梁比较平缓，五官也比较收敛含蓄，嘴角是含着笑的。这应该是佛照相艺术传入汉地之后受到了华夏文化的影响。展厅内还有一尊东魏的菩萨立像，也是吸引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相机。我们可以看到这尊菩萨身姿婉转曼妙，虽然双臂残缺损毁，但通体衣饰华丽，残存贴金彩绘，脸上带着温婉的浅笑，私以为他的艺术魅力足以媲美举世闻名的断臂维纳斯。回想起我先后探访过的新疆克孜尔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甘肃炳灵寺石窟以及重庆的大足石刻，这一次又得见青州隆兴寺佛照相，我感受到各处的照相都具有相当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印记，但是彼此又在佛教传播脉络里紧密相连，串联起一幅宏大完整的中华佛教艺术长卷。跨越千百年的时光，他们清晰勾勒出佛教东传和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在华夏大地上，各处的佛照相如散落星河的珍宝，各有风姿，相得益彰，完美诠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只是很可惜，我的学识浅薄，能力有限，难以拍摄和描述出这些杰出的艺术品带给我的震撼。但是我相信，对于美的感受是存在于人类的原始基因中的，不需要多么深厚的学识，每个人都可以心领神会。在青州短短24小时，我也抓紧时间打卡本地特色美食。以下是美食品鉴时间，纯主观，不接受争论。
1号的晚上，我在青州古城高家亭街上找到了这一家奇迹土鸡米线。这一家店在网上的热度还挺高的，有很多人推荐。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碗土鸡汤粉没有什么惊艳之处，汤底没有鸡汤味，鸡肉的口感也很干柴。虽然说在商业古城景区里面一碗销售12块钱不算贵，但是也不是什么性价比之选。旁边的这一点鸡胗竟然要3块钱，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踩雷。第二天早上在去博物馆之前，我打算去买一份煎包。我大概是在7点50分的时候到青州古城东门附近的这家王家煎包店。这家店铺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不远处的另一家煎包店也一样是大排长龙。我大概是排了将近40分钟的样子，买了2个牛肉煎包。客观的来说，味道是挺不错的，只是觉得汤汁有一点点偏少了，有可能是漫长的等待冲淡了入口的惊喜，所以没有非常的惊艳。如果是平时随手就能买到的话，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中午的时候从博物馆出来，就直接来这一家丁妈妈糗糕店。它是一家藏在昭德古街居民小院里面的网红小店。进门处放着一个板子，上面写着任何一家市售糗糕品质超过我家就10倍退款。哎呀，这个冲着这个口号，高低也得品一品。买了2个口味的糗糕，这是我第一次吃叫做糗糕的东西。它的口感有一点点像软糯版的切糕，甜度是比较适中的，不会过分的腻。当晚的分量对我来说有一点偏大，如果喜欢吃甜食的话，可以品尝一下。买完糗糕之后，我又在昭德古街里面转来转去，被这个叫苏梅定子的名字吸引了，走进了一家卖蜜饯果子一类的店里。我想象中的苏梅定子是一种带核的蜜饯，但咬第一口才发现它是没有核的，质地绵密，有点像枣泥，酸甜口的，但是甜味更多一些。最突出的特点是薄荷味比较重，中和了甜腻感，当做日常的一个零嘴还是不错的。之后呢，我在去龙盛糕点铺的路上，又随意走进了路边的一家饼铺，买了一点麻汁饼，非常的好吃。饼的香油气息很浓，带一点点的咸味。饼本身是比较筋道有嚼劲的，我想如果是刚出炉的时候，口感一定更佳。店里面还有其他类型的饼，我感觉应该都不会太差。最后是古城景区东门口附近的龙盛糕点铺，这家铺呢也是一个网红的点心铺，门面很大，应该是你一到景区的东门口就可以看到。听说店铺的招牌是蛋糕和蜜3刀，但是我选择的是桃酥入口香脆，香气宜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过于甜腻的感觉。虽然说是网红店，但是也算没有踩雷。在青州的这24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啦，那么我的下一站就是青岛。